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有一天台北的夜空突然被上百枚导弹点亮，会是什么景象？那不是跨年烟火，而是生死存亡的考验。对2300万台湾人来说，天空能不能撑住，决定了明天还能不能醒来。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台湾防空的铁壁究竟有多强？它真能挡住对手发动的饱和攻击吗？还是所谓的最后防线只是纸老虎？这里是意识觉醒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。很多人会以为战争离自己很远，顶多是新闻里的数字游戏，但现实是，只要导弹飞过来，存亡就是分分秒秒的事。台湾在过去30年不是没有想过最坏的情况，早在上世纪90年代，当临近海域试射导弹的阴影笼罩台湾时，军方就开始着手布建一套完整的防空体系。这套体系不是单一武器，而是一张天罗地网，从远距雷达、预警系统到各型防空导弹，再到地下指挥所和分散部署的飞弹阵地。用最直白的话说，就是要让敌人的导弹飞到台湾上空之前就被瞄准锁定击落，不给对方轻松越雷池一步的机会。可是问题来了，对手的导弹不是1枚2枚，而是几百枚甚至上千枚。那台湾的伞真的撑得住吗？我们先从眼睛说起，要挡导弹，先得看到导弹。台湾最关键的眼睛就是新竹乐山雷达站，它装备的是美国提供的铺路爪长程预警雷达 PAVPA-BS， 据称造价高达14亿美元，是全亚洲最昂贵的雷达之一。它的能力有多强？可以在上千公里外捕捉到弹道导弹的发射轨迹，甚至连对手火箭军的训练发射都能看得清清楚楚。换句话说，台湾在第一时间就能知道哪边有导弹升空，它飞向哪里，预计几分钟后抵达。但你要知道，看到和拦截是两回事，雷达再清楚，也要有手去打下来，这就牵涉到台湾的导弹防御体系。台湾的防空逻辑很简单，不能靠单一点防守，而是要3层拦截。高空拦截靠的是爱国者3型 PAC-3，它的任务是把来袭的弹道导弹在大气层末端击落，算是第一道铁门。中空防御由台湾自制的天宫3型导弹单缸，作用有点像爱国者的弟弟，用来接住漏网之鱼。低空保护，再往下就轮到天宫1型、天宫2型，甚至天剑系列来补位，主要对付巡航导弹或低空飞来的攻击。这种组合有点像一个篮球队，有中锋负责篮下，有前锋负责拦截突破，还有后卫盯紧地面。敌人的导弹再快，也得一层层突破，难度自然提高。听起来是不是很完美？可别急着放心，真正的问题是数量。我们举个数字，根据公开资料，对岸部署的短程弹道导弹超过1200枚，还不算中远程火箭和巡航导弹。如果真有一天发动攻击，不可能只打几十枚，而是饱和攻击，几十个目标点同时覆盖，上百枚导弹同时起飞。台湾的爱国者3型虽然厉害，但数量有限，据推测库存的拦截谈不到500枚。换句话说，如果对手一次性打出500枚以上导弹，台湾的子弹就可能不够用。更糟的是，每拦1枚导弹要消耗2枚拦截弹来提高命中率，成本差距巨大。1枚进攻导弹可能几十万美元，而1枚拦截弹要300-400万美元。这就是防御的残酷现实，就算技术再先进，资源也撑不住无限次的攻击。别急着下结论，台湾并不是只靠爱国者，除了导弹还有硬核的手段，像是分散式的机堡、地下坑道里的战机，甚至机动发射车，把导弹藏在山区或公路。意思很简单，我不跟你拼消耗，而是想办法活下来，等到反击的机会。这里就牵扯到一个核心，防空不是要拦下100%的导弹，而是要降低致命打击的可能性。只要关键指挥体系和空军跑道没被全灭，台湾就还有战斗力。但问题又来了，在现代战争里，真能做到吗？台湾军方每年都会举行汉光演习，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验证防空体系能不能撑住第一波攻击。场面很逼真，假想敌发动密集导弹攻击，机场跑道、油库、电厂等关键设施首当其冲。在演习里，爱国者会进行拦截，战机则要在导弹击中前分散起飞，避免被一窝端。地下油库、地下指挥所也会模拟被攻击后的应变。结论很清楚，台湾并没有幻想能全挡下来。
而是以降低伤害为目标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以为台湾防空是个无敌铁伞，那就想错了。但如果你以为台湾是裸奔，那也低估了这几十年来的准备。美国智库与军方也做过多次兵推，结果几乎一致。在开战初期，台湾的防空系统能有效拦截部分导弹，尤其是针对首波打击的重要目标总统府、空军基地、指挥中心。可惜美军的评估也点出，随着攻击波次增加，台湾防空会逐渐消耗殆尽。就像拳击赛第1回合还能防守反击，但到了第5回合，体力下滑，漏洞就会出现。美国前印太司令戴维森就直言，台湾的防空体系很坚韧，但撑不住长期高强度攻击。这句话很现实，撑不住长期，但能否撑过关键的72小时才是重点。为什么是72小时？因为那是外援反应的窗口，美日若要驰援，至少需要数十小时的部署、舰队航行、战机调度、补给准备。这段时间里，台湾必须自己熬。所以台湾的防空目的并不是无限拦截，而是把损害压到最低，让国家机器维持运转，直到盟友到来。所以才会看到台湾大量投资地下设施，例如嘉义、花莲、台东都有隐藏在山腹里的空军机库，即便跑道被炸，战机仍能从备用滑行道起飞。美国冷战时期的思路几乎被台湾完整搬走。但问题来了，拦截导弹的成本太高。我们前面说过，一枚爱国者拦截弹要300-400万美元，对手若以几十万美元的短程导弹换掉你数百万美元的拦截弹，这就是典型的消耗战陷阱。更夸张的是，如果对方用火箭弹、巡航导弹、无人机混合攻击，你不可能全用爱国者去拦。于是台湾开始发展所谓的分层低成本防御，比如部署防空快炮、刺针、飞弹，甚至无人机反制系统，用来拦低成本目标，把昂贵的拦截弹留给真威胁。这种高低搭配就是台湾防空的必然选择。可问题是，真打起来，对手不会让你有喘息的余地。防空体系的另一重意义其实是心理层面。想象一下，如果开战第1天，台北市中心被导弹击中，哪怕只是一个象征性目标，整个社会的士气都会震荡，金融市场可能瞬间崩溃，民众恐慌，交通瘫痪。所以台湾防空的目标不仅是挡住，更是让对手没办法轻易制造恐慌。就算真的有导弹击中，也要把损害控制在可承受范围。只要政府能继续运作，电力没有全面中断，民众就不会陷入绝望。这就是防空背后的另一层铁壁——心理防线。话说回来，光靠数量显然不够，那有没有技术上的突破？台湾近年来投入研发天空弓3增程型，射程可达200公里，拦截能力更强。据说目标是媲美萨德 THAAD 系统。问题是，这类导弹研发与部署需要时间与资金，不可能一蹴而就。另一方面，无人机、电子战、防空雷射等新科技也被寄予厚望。想象未来若能用电磁脉冲或高能雷射以低成本摧毁来袭目标，那才是真正的铁壁。但这些目前还在实验或小规模部署阶段，短时间内无法形成全面防御。现实仍旧残酷，台湾得用有限的拦截弹去对抗几倍数量的攻击。讲到这里，你可能会问，如果防空体系只能尽量减少损害，那台湾靠什么维持长期安全？答案是反击能力。再强的盾牌也不可能100%完美。真正让敌人忌惮的是你手里有没有矛。台湾近年发展了一系列攻击性武器，比如雄风2E巡航导弹、云峰导弹，可以覆盖数百到上千公里的目标。意思很直白，如果有人狂轰滥炸台湾，台湾也有能力把对方的机场、指挥所甚至大城市拉进火海。这种以牙还牙的逻辑不是为了真打，而是为了震慑。因为对手必须衡量，即使成功突破台湾防空，代价也可能极其惨重。说到防空，很多人会想到以色列的铁穹，每天面对哈马斯火箭弹袭击，铁穹能以极高的拦截率保护城市。有人就会问，台湾能不能也整一套铁穹？答案是情况不同。以色列面对的火箭弹射程短，飞行慢，铁穹有时间追踪计算，而台湾面对的是高速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，速度可能是音速的10倍，根本没有太多反应窗口。铁穹若搬到台海，几乎形同虚设。但台湾仍然借鉴了铁穹的思路，分层拦截，成本控制，所以才会有天弓、
爱国者、防空快炮并存。真正的差别在于，以色列背后有美国源源不断的补给，而台湾若开战，能否等到补给是最大的未知数。别忘了，台湾的防空体系不是孤立存在的，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，那就是美国。台湾的爱国者导弹、雷达系统、指挥链路都与美军保持密切协同。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掌握的卫星侦察、远程预警会在第一时间传送给台湾，这意味着台湾不必单打独斗，而是接入了一个更大的防空网络。再加上美国军舰常年在第一岛链巡航，装备宙斯盾防空系统，可以在区域范围内形成额外屏障。换句话说，台湾的铁壁其实和美军紧密捆绑。可这也引发一个尖锐的问题：如果哪一天美国的支持出现迟疑，台湾这张防空网还能撑多久？回到现实，台湾的财政压力不小，光是一套爱国者3型电池就要花掉数十亿美元，导弹维护与补给更是天文数字。过去几年，台湾国防预算持续增加，但和对手相比，仍然是杯水车薪。于是，台湾只能选择最关键的部分投资，例如加大天宫3的生产线，努力实现国产化，以降低对外依赖。但这是一场时间赛跑，武器发展需要年限，而地缘局势的紧张却可能不给太多缓冲。除了导弹和雷达，其实台湾还有一道很少被谈到的铁壁，那就是社会韧性。想象一下，如果第一波攻击让电厂、通信、交通受损，整个岛内陷入混乱，即使导弹没能摧毁所有军事目标，也会制造恐慌。但台湾在灾害应变上有长期经验，地震、台风频繁，让社会形成了快速恢复的机制。地下输电备用系统、紧急通信车，这些非军事防空在真正的危机中可能比导弹更关键，因为战争不仅比拼武器，更比拼谁能更快恢复。我们一路聊下来，你大概发现一个矛盾：从装备角度看，台湾的防空确实构建了3层拦截，加上雷达预警和地下设施，绝不是裸奔。但从数量和经济账来看，面对几倍数量的导弹轰炸，想要完全拦截几乎不可能。这就像一面铁壁，乍看坚固，但若被连续撞击，最终还是会出现裂缝。问题在于，这些裂缝会不会足以击溃台湾的抵抗意志？答案取决于2个因素：72小时内能否撑住关键节点，外援能否及时介入。也就是说，这面铁壁既是钢铁，也是纸糊，取决于时间和代价。你或许好奇，既然导弹那么贵，为什么不能用便宜的方式去拦？这就是未来台湾寄望的方向。无人机群与雷射武器。无人机可以当空中眼睛，在战场前沿提前发现导弹或巡航飞行器，用低成本形成一层屏障。而雷射武器的优势在于弹药无限，只要有电就能不断发射光束拦截来袭目标。美国已经在测试高能雷射炮，号称能在几秒内击落来袭的火箭弹。如果这种技术成熟并转移到台湾，意味着台湾不再需要用几百万美元去打下一枚几十万美元的导弹。但问题在于，这些武器仍在研发，部署需要时间，而时间恰恰是台湾最缺的资源。再说一个残酷的现实，台湾的地理条件几乎没有战略纵深。换句话说，你打我，我可以退到后方重整旗鼓，但台湾的后方只有几百公里，没有辽阔的腹地。即使防空体系拦下一部分导弹，只要有漏网之鱼击中关键设施，整个岛屿都会感受到震荡。这也是为什么台湾如此依赖地下化工程。有人说，台湾简直是全世界最会挖山的军队，机库、油库、指挥中心都藏进山里。正是因为没有纵深，才只能往地下找生存空间。历史上有2个案例可以给我们参照。第一个是冷战时期的欧洲，北约知道自己挡不住苏联的装甲洪流，于是布建多层防御，同时强调撑到美军全面介入。台湾的处境其实和当年的西德很像，必须依靠盟友的力量。第二个是海湾战争。1991年，美国用爱国者导弹对抗伊拉克的飞毛腿，媒体一开始大肆报道成功率90%，后来发现实际拦截率远远不如宣传。这个案例提醒我们，防空系统永远有极限，真正的关键是信息战与快速反应。台湾当然从中吸取了教训，不高估武器，也不低估敌人。除了导弹和雷达，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维度——信息战。现代战争里 ，GPS 干扰、
网络攻击、电磁压制，常常能在导弹飞来之前就让防空体系陷入混乱。如果雷达失明，指挥链路中断，再强的爱国者也没法发射。台湾因此投入大量资源在资安防御与电战对抗上。你可能没听过，但台湾军方早已成立专门的电子战部队，目标就是在开战时保持通信与雷达不断线。因为一旦眼睛瞎了，再多导弹也只是空壳。说到底，台湾的铁壁不只是钢筋水泥和导弹拦截，还包括国际政治的博弈。如果对手明知台湾能撑住关键72小时，而美日有可能介入，那就必须考虑发动战争的巨大代价。这种不确定性反而是台湾真正的安全保障。也就是说，台湾的防空铁壁不是孤立的一堵墙，而是整个战略格局中的一环。它和美国的承诺、日本的态度、国际舆论交织在一起，才构成一个整体的威慑。我们一路说到这里，可以下一个结论：从硬件来看，台湾的防空体系确实拥有3层拦截网、全球顶尖的雷达站以及分散化的地下工程，这让台湾不至于在第一波攻击中瞬间崩盘。从数量与消耗来看，面对上千枚导弹的饱和攻击，台湾无法做到滴水不漏，损害在所难免。真正的关键在于台湾能否撑住72小时，把战局从单打独斗拖进国际介入。这就是台湾铁壁的真相，它既不是坚不可摧的神话，也不是一碰就碎的纸糊，而是一道足以赢得时间的防线。换句话说，防空的意义从来不是永远无视，而是撑到援军抵达。所以，台湾的防空铁壁到底能不能守护2300万条生命？答案是能守住关键的时间窗口，但无法守住全部的城市安宁。这听上去残酷，却也是现实。正因如此，台湾才会不断升级防御系统，同时强化社会韧性。因为他们很清楚，真正的生死考验不只是能不能挡下导弹，而是能不能在打击过后继续运转。或许这才是所谓铁壁的核心意义，它不是绝对的安全，而是让民众在最危险的时候还有希望。到这里，我们完整走过了台湾防空铁壁的全貌，从乐山雷达到3层拦截网，从汉光演习到美军兵推，从昂贵的爱国者到未来的雷射与无人机，再到社会韧性、信息战与国际政治。它不是神话，也不是虚无，而是一堵足以换取时间、守护希望的墙。2300万人能不能安然无恙，没人敢打包票，但至少台湾已经为最坏的情况做了最深的准备。